家父命光阴代为禀上，冯令公已颁下军命，府衙和台狱皆由薛少府调度。汴梁人是讲良心的，像九郎这般好汉子真英雄，定不能再让他受半点的折辱委屈。有劳了。站上！确实要谢谢众家兄弟了。我何时长出了这一脸长须，还有如此宽磅的体态？劳烦兄长日夜兼程，返回晋阳。拿来吧，劝进表彰。哎，你衙内，你将他烧了，又如何回晋阳，清晨表彰啊？我已经记下了。诸臣劝进，赵太尉名列武将第一，我便是人长。那好，还请衙内速速动身吧。只是此刻还不是回晋阳的时候。衙内，天下大事为重，还请速回晋阳。今时局面已然如此，衙内大有为之身，建功立业当在北面，不在当下，还请衙内慎思。九郎当日在殿上与奸贼白刃相见之时，可曾想过功业二字？还请元朗为我安排。我要见冯令公。下官郭荣拜见令公。坐吧。下官不敢。你来见我何事啊？令公，有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是为了钱家九郎。钱司空乃是性情中人，不知朝廷之诡谲，不知人心之险恶，于大殿之上慨然挥刃，全然不顾自家得失安危。令公大德，若救得他的性命，是全了下官与他的恩义。下官代晋阳助攻，谢过令公。此事轮不到你来谢，也轮不到晋阳那些人来谢。说第二桩事。第二件事，请令公拖出契丹处。你是让老夫向契丹天子称臣？此事非令公不能为之。请令公为天下计，忍辱负重。下官代天下人谢过令公。说第三桩事，阻杜重围来变，是吗？正是，为天下计，为黎庶计，还请令公周全一二。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，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？刘令公筹谋广大，技艺深远，下官不敢妄言。你呢？
此时此刻，就在这汴梁城内，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？要救下钱家九郎，拖住耶律家天子，阻杜重威来汴，老夫只需做一件事便可：将你这晋阳细作一锁子捆了，送进大宁宫去，献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。为了九州声名，为了天下梨树，你愿意去死吗？若下官的性命能助得令公行事，郭荣的这颗头颅，令公拿走便是。你走吧。令公这是应允了？是，但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刘知远。老夫是为了桑国桥与钱家九郎。下官拜谢令公。冯令公你也见了，接下来你作何打算？是时候该出城北返了吧？元老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。什么事儿？你能否替我走一趟晋阳？他不肯离京。他说，冯令公甘冒大险，钱家老九还在狱中，这个时候离京别走，此生无颜再入宣阳门。阿爹，儿子该去吗？你想去吗？你想过没有？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，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，你又当如何自处呢？阿爹毕竟还在京师，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。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，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，你又当如何？大郎，你要记住，乱世无父子。若有朝一日，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战，万万不可心软。去而复返，为何？特来向令公辞行。太原居北地，风沙大，比京师冷。多带上几件衣服。还有事啊？城外鏖战10日，计1336人有斩首野战之过，其中312人当自官身，36人该进为小使臣。另有李继勋、石守信、杨光义3将，义公当进为诸司使。李继勋当进崇仪副使，石守信当进东冉院副使，杨光义当进贡备库副使。再有伤残者578人，医治当赏赐银5两，绢5匹，钱10民，粮100斤，寒衣2领。
斩没殉国者886人，当访其家人妻子，后续之。现已造册具名，呈于灵公。起来吧。谢灵公。白人为一都，5都为一指挥，5个指挥变为一将。此战你麾下近10个指挥，便是2将。元朗，可知何为将道？临阵有勇，用兵有谋，执法为公，善抚士卒。可知军中一粥一饭，一子一马，由何而来啊？朝廷税赋分夏秋2税，夏赋上田1亩，税6升；夏田1亩，税4升；秋赋上田1亩，税5升；夏田1亩，税3升。下到州县，还有闲价钱、除没钱等名目，林林总总，杂项不下10余类。京师之内，一砖一瓦，皆为民脂民膏。天下汹汹已有100年，9重内有实施这般不堪的天子，军中亦有张彦泽这等吃人的太尉。你说的不错，为将之道，要有勇，要有谋，要执法公明，要善抚士卒。你也要知晓，天下黎庶之不易，民生之不易，乱世存身之不易。终有一日，你也会做太尉。天子不堪为君之道，众卿百官不能守为臣之道，但愿你能守得住这为将之道。你便是赵匡胤，是。侍卫亲军的赵大迷糊，是你爹。家父是在侍卫亲军任职，名讳上红下英。你母亲姓杜，你外祖家是定州望族杜氏，外祖母范氏。你未成年的长兄，名字叫做光纪。是。书信上说，张彦泽当朝太尉及年的宿将，在大潮之日被一个弱冠少年持刃刺伤。如此荒唐的话本，他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？吴越前世与张彦泽无冤无仇，何以要当殿伤他？真受不了你！坐个牢，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，比做衙还要惬意。这本来就是衙，还是朝廷里1等1的大衙门，御史台。肃正朝纲，纠合百官。那滤镜门外肃正台，武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。好像有客来了。丁贵兄，
九郎兄，哈哈，自有天子诏谕以来，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侵犯了。那君贵兄也住2天，嚣张嚣张。哈哈，大可不必。哎，去拿副碗筷。末将职分卑微，不得上殿。实在情形，只是听家父提及，张贼恶贯满盈，欲杀其者，何止九郎一人？仔细想来，那天在大殿之上，必定是乱作一团，伤人者绝非九郎一人。但那柄刀子，的确是九郎带上大殿，便由他背下了这个罪名。这还像点话？你父亲也是世家子弟，上过阵、见过血的，手下好歹也带着几千兵马，说出去也要称一声太尉了，却让一个南边来的小孩子当殿亮了刀子，怎么了？汴梁城里便是没有好汉子了吗？刘令公与太尉拒河东，麾下兵马何止1000万，却也未曾见得挥师南下救援京师。末将父子不才，却也在张贼的兵威之下，血淋淋厮杀了整整10日，阻叛军于宣阳门外。烧了张彦泽的粮仓，对吧？对。带着侍卫群军那帮废物出来，能在张彦泽手下走上10日，不落下风。你小子年纪虽小，论起本领，倒是比你那无用的爹要强些。傻小子，你爹比你聪明，他这次是押对了宝。九郎君这番，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。死了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一个保局吗？天下如棋，天下如局。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，原也没有其他路可走。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，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？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？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，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，不过是循吏而已。经国大事，从来不肯议闻。这汴梁城里，谁做天子，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？九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。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，便是称臣，也是我6哥7哥来称，轮不到我。令兄称臣，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。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？吴越是吴越，九郎是九郎。天子逊位，迄今已有月余，而太原方面，刘令公迄今未敢称敌，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？
兵马不够，粮秣不足，契丹太强。哎呀，他爱成不成？刘令公迄今未敢称帝，是为得天下人心。那君贵兄跟我说说，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？水丘使君带令兄举吴越12州之地，10万余甲士向刘令公称臣，这声威不可谓不盛。然则据险，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。我？你还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？难不成住了1个月监牢，我便不是我了？你伤了张燕子，那又如何？九郎兄，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，这便是天下人心。你可知桑相公殉身开封府，是为了什么？天下人心。桑相公殉身，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，这个天下人心向背，是为了让契丹10几万大军知道，中原军民与杜重威、张彦泽这等残兵掠主之贼不共戴天。京师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亮了刀呢？唯九郎一人耳。所以现在，你便是天下人心。